听着，拿好，千万不能丢。进了京，别让任何人看见他。进去躲好，不要出声。裴长明撕开龟须，扰乱阴阳，阴阳间奉令拿人。父亲死的那晚，我8岁，他留给我3样东西：一块令牌，一封信，还有那句话。把令牌交出来。什么令牌？有人举报你持禁物入京，依律该当场没收。你想抗法？大人是说归墟令。废话少说，交出来。这可怎么办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尝试让他认主，要是被收走，父亲的事该怎么办？大人，这令牌早已作废，我留着它也只是做个纪念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令牌给我验一下。父亲，保佑我这次一定成功啊！终于成功了。你是新来的引路人？我就是进来看看。传说里面的都不是活人，可那人的状态不像死人也不像活人，真是奇怪。大人请看，没有感应的。走，没用的破东西。还好糊弄过去了。不是我不讲理，是邻居实在有意见，说你进来风水不对，非要我退租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把押金退我。押金那个呀，签了和气的，退租违约，这规矩你懂的。巫婆，和气上写的是我违约还是房东违约？反正押金是没法退的。现在是无牌无钱又无住所。父亲，你在归墟吗？你这个好像没有执照。你也不像有功名的样子。这人和我一样，都是走投无路的那种。你真的会吗？我家库房夜夜有动静，请了3家持牌书馆都没用，反而越闹越凶。他们给你报价多少？500两。那我只收100两，但我要先进去看看。可你没有执照。他们有执照，你库房还在闹。我没有执照，但我能进去问清楚。你要执照，还是要结果？行，你来。归墟令，第一次正经用，每进一次，折一次阳寿，值不值？值。引路人，这地方几10年没来过引路人了。你怎么死的？我查出假账，被人灭了口，凶手留下的东西就压在地板下，右边竖起第3块砖。你想要什么？让人知道账是我查出来的。第3块地砖下面挖出来的，账目作假，知情者被灭口。宋老爷，这件事您要怎么交代？我不报官，但您要出面替那位账房证明，让他的家人知道他是因何而死，死得不冤。第1单结了。这20两单独记，是我请的顾问费。顾问？替您查清楚账目的那位先生，该有一份酬劳。你倒是会算账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你管账。你这个法子不正常。结果正常就行。你下次有这种单子，还找我吗？你写和气，字比我好看，我出钱，你出笔，各取所需。他在干嘛？你趴那里多久了？
姐姐，这是要封咱们！去找方怀钦，让他把他那摞律书带过来。穆长青，你来得很快，说明昨天那单动了你的眼线。穆长青封的，正经封管令，私印盖章，这东西不好对付。你读了20年律法，西朝还有没有哪条他够不着的？你这问法，持回虚令者，以古制可行。这条从没有人用过，因为归虚令绝迹200年了，但白纸黑字没有被废除。200年没人用过的条文，父亲，你当年……哼哼，延迟开馆，你这叫什么意思？穆大人亲自来，是要我缴罚款，还是要我签字？2样都要，无牌经营，一律。穆大人，请先看这一条：持归虚令者，依古制，属归虚引路人，不受阴阳监照制度管辖。断章取义，这条古制专指前朝，本朝律法早有新规。新规在这里，大人请看第3款：旧制未经明令废除者，与新规并行有效。这条路走不长。这条文，西朝立国至今，只被引进过1次。哪一次？引进人的名字是裴长明，他用这条为自己辩护，但案子最后还是定罪了。父亲，你用过这条，白纸黑字，你用过，法条也在，可你还是输了。是谁把这条压下去的？裴先生当年的案件，这里有存档编号，刑部应该留着底本，但什么？编号对应的卷宗现在挂在礼部名下。礼部侍郎晏怀旭。父亲，你当年的案子到底是谁经手的？姐姐，这是冲咱们来的。写的不错，就是字有点丑。您就看见字丑？走，通知方怀清，把咱们3个客户的名字写出来。今天逐个约见。云溪阁动了，5家联手冲着我3个客户去的，他们的逻辑很清楚。我没有基本盘，掐断客源，我自己就散了。但他们漏算了一件事，我给客户的不是证书。裴姑娘，不是我们东家的意思，是云溪阁放了话，说要……周管事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上个月那批账簿的问题，我给你们查清楚了，对吗？查清楚了，账房的事也处置了。云栖阁之前去过一趟，收了多少钱？查出来什么没有？你们要的结果我给到了，云栖阁给你们的只是一张证书，你们自己算。裴姑娘，我们也不想解约，可云溪阁说了，要是我们不切割，连累我们家孩子今后的生意都别想在京城。我明白。你们走，没有问题。尾款我减半。这……我没做完的事，不收全款。我们不走了。3家都留了，但云栖阁那边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他们下一步多半会走穆长青那条线。我知道。你不怕？我进京的第一天，归墟令差点被没收，身上只剩3两银子，连落脚的地方都被赖了押金。那天都过来了，云栖阁算什么？3个客户，一个都没剥离掉。那个马汉生原本走到门口了，又转回去了。一个无牌野术士，捡了半单钱就把人留住了。软的不行，要换硬的，让燕侍郎知道，那个女人姓裴。你说她姓裴？
姐姐，门口有个老人说要见你，说是侯府来的。你就是裴长明的女儿？嗯。我在归墟有一个故人，3个月前托人捎话，说有要事相告，但我的人进不去。我的时日不多了，我得知道他想说什么。这是当年的一份官府旧档，里面有个证人的名字，跟你父亲的案子有关。我今天进去，老侯爷的事，我帮到底。今天不是为我的事儿来的。我要往里走，找一个故人。往里走，代价比这边大。你手上……我知道，这单值。你跟上次那次不一样。上次你进来眼神是试探的，今天是有仇的。你认识我父亲？认识，不算熟，但认识。当年你父亲的案子，我在场过一次，不是主角，就是个跑腿的。但我看见了一个人，一个礼部的官员。好了，往前走，那个故人在左边第3个角落。你是谢廷安让来的？是，他让我带话回去。告诉他，令牌是锁，也是钥匙，别用错方向。就这一句。就这一句。那句话你父亲也听过。他让我带一句话，令牌是锁，也是钥匙，别用错方向。用好它。燕，父亲，你当年是谁害的？我需要情报，你在这1年看见过什么？你能给我什么？先谈条件。帮我找到我的肉身下落，并在60天内把我的魂魄送回去。60天？我连他肉身在哪儿都不知道，还要在扩商路的当口同时推进一条没有线索的找人任务，你凭什么认为我能做到？你凭什么认为我的情报值得做？成交，但条件对等，你的情报要值这60天。肯定值。3个月前，有人以巡视名义进来，在里面待的时间超出了正常时限。正常半炷香，那人待了将近1个时辰，出去后径直去了燕府。1个时辰，有人在用归墟给燕怀逊探听消息。那人什么身份？阴阳间的一个低阶文书，不是术士，是文职。名字我说不准，但我记得他左耳有一道旧疤。你进来的次数不能太多，我看见你手上了。方怀瑾呢？出去查那个文书的事儿了。溜到了。那个文书昨夜死了，官府记录是暴病，但他今年不到40，昨晚还在当值。看来有人知道我们在查什么。告诉裴姑娘，别查了，查到的都是货。他在归墟里，但外面有人替他传话，这意味着他的肉身问题比我以为的更复杂。他不是普通的被困者，他在外面原本就有人。去查文书的邻居，照原计划，但今天天黑之前必须回来。明白。那个文书的当值记录能不能从官府档案里调？名义上可以，但动作太大，容易被盯到。先放着，今天先让小满摸侧面的。阴阳间有个文书，昨夜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听说了，
你最近查的事跟他有关？穆大人，我是开馆问事的，不是查案的。裴姑娘，有些案子不是你该碰的，碰了，出了事，没有人保你。这话不像是穆长青自己想说的，倒像是有人让他来传话。看来燕怀旭已经知道了我的存在，并且开始紧张了。穆大人说的是，我记住了。我希望你是真的记住了。燕怀旭，你果然怕了。你一怕，我就知道方向对了。父亲，你当年保护的是什么？是那本书籍，还是别的什么？我当家的3年前暴毙，官府说是急症，我一直觉得不对，可是没有人肯查，没有人肯听。他死前那几天一直睡不着，说有件事压着他，想去官府说，又不敢去。我想知道当家的是不是急症而亡。这单如果只是普通业务，进去传个话，收钱出来，不用深挖。但郑守明死前说有件事压着，他做过官府征录，父亲那年出事，我要是进去摸到了什么，这单就不只是这单了。进，值不值，之后再算。你是尹树人？是，你的妻子来找我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裴长明的案子，我知道一部分真相，我等了3年了，没有人来找我。说。当年我择录过一份档案，裴长明的令牌被人借了，不是他自己用的，是有人趁他不知道，擅自开了归墟边界，导致里面的滞留者溢出来了一批。裴长明发现了，去上报，反被倒打一耙，说是他私开的。我当年趁了那份档案，认出了委托借令的人是谁，但我不敢说，我有家有口。那个人是谁？燕怀旭。父亲的令牌被燕怀旭擅自用了，父亲发现了，燕怀旭反手把罪名推到父亲头上。你当年参与了什么？我赚了那份档案，没有举报，是从犯。知情和主谋不一样，他当年存了那份档案，没有举报，是从犯。他当年跟我说那件事他也有参与，他是从犯，他死了是活该的。他死不活该，知情和主谋不一样。这是谢银？不用，这单不收钱。裴姑娘，你父亲他是好人。父亲郑守明等了3年，没有人去找他，我今天找到了。我被人威胁了，让我停止给你提供法律支持，否则公开我当年刻苦舞弊的证据。你赌币了吗？没有，但有人做了假证据。燕怀旭，他终于动手了，而且找的是最软的那条线。先稳住，不要回应他们，我去查，你等我。姐姐，
又要禁。方怀瑾是我现在唯一的法律支撑，没有他，穆承兴下一张封管令来了，我连辩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一次，必须进去查清楚。快去快回。老焦，燕怀旭手下谁专门负责做假案？哟，今天不听故事啦。说，燕府家仆张顺全，专门负责伪造证据，这活他做了20年，手艺稳得很。现在人在哪儿？燕府还养着呢。这种人，燕怀瑾既要用他，又防着他。这种人手里必然留着后手。燕府家仆张顺全专职伪造证据，做了20年。小满，去城东打听张顺全名下有没有私宅，什么街几号院，今天下午给我结果。知道了。别靠太近，别开口问太多。等他回来，你再动。你现在就确定张顺全有私宅？做这种活的人，手里必然留着把柄，那是他自保用的。有了把柄，就要有个放的地方。城东永兴巷第7号院，登记是个叫张全的，跟附近街坊问过，说住着个不常露面的老头，进出都挑没人的手。张顺全，张全，名字改了1个字。有没有说院子里存着什么？没人知道，但有个老婆婆说那边夜里有时候有灯，亮到很晚。去官府调城东永兴巷7号院的地契档案，走查询私宅署的正当程序，今天就办。地契查出来能说明什么？地契上的名字和张顺全关系得上就够了，那是合法证据。威胁我的那份假证据是从张顺全手里出来的，你要拿地契去压他们？不是压，是让他们自己算清楚值不值得发。城东永兴巷7号院地契登记人张全与燕府家仆张顺全是同一人。你们要公开的那份证据是出自这个院子吧？你们确定要发？读了20年的书，没想到最管用的一招，居然是一张地契。退了。他们退得干脆吗？一句话没多说就走了。张顺全，治宅时间。父亲进狱后第3天，这是奖赏，谁给的呢？你手上的白斑又大了。你在外面有人？我是前西朝暗卫统领。3年前，奉命查一件事，有人在善用龟须。我查到接近真相的位置，被算计了，魂魄被人强行扯进来，肉身下落不明。算计你的人来自燕府。是。燕怀旭，他的手伸得比我以为的更长。我查到的不是一次善用，是一套完整的机制，专门套取龟须滞留者手里的阳间情报，提供给特定权贵。背后的人是谁？组织者自称西英，西英的身份我查不到，但有一点，他进出龟须不损阳寿。那种禁法和任何持牌术士都不一样，只有一个地方记载过。父亲的数典。对。所以父亲的数典不只是被没收，是被人藏起来，因为里面有人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的东西。你父亲当年被捕，不是因为他发现了善用龟须这件事，是因为他在数典里记录了另一种禁法的破解方式。
那才是他们真正要的东西。我需要找到那本书。你手上那块白，别让它再大了。父亲，我知道你保护的是什么了。接下来，那本书我来找。这合法吗？法律上属于模糊地带。第一天正式开张，还真挂上了，胆子不小。阁主说了，今天起，谁帮他揽客，谁进咱们的黑名单。上午没来人，正常。刚开张。来人了，穿得很阔气。3家持牌术馆没查出来，你一个无牌的，凭什么行？3家术馆查的是鬼，我查的是账。账房死了，账对不上，你看。宋老爷，京城布商中间人网络的核心节点，他来找我，已经是没有退路的选择。我先进去看看。宋家布行账房死了，账目有假，另一个在世的人做的手脚，你帮我看看。进项少报了30%，出项多出一笔，走的是采购那条线，时间3月到6月，连续4个月。作假的人，采购主事，账房发现了，所以死了。1个时辰都不到。当年我活着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查出了账目作假才死的。采购主事，3月到6月，少报进项，多该出项，账做在采购这条线上。账房发现了这件事，所以死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后续你要对付公堂，我可以出具书面说明。3家持牌馆请了半个月，什么都没查出来，他只用了1个时辰。结账，再加1成谢礼。是。宋老爷，云霄阁阁主说了，往后宋家的事，阁里优先安排。不必了。我只认结果。宋老爷开了口，比任何告示都管用。封口令当天失效。裴长明的女儿进京了。姐姐，燕府的人来了，在门口等着。来了，你不来找我，我最终也要去找你。去吗？去，当然去。他肯开口，说明他已经在怕了。背一下，我去见他。要不要我一起？不用，他点名要见我一个人。裴姑娘，久仰了，请坐。听说归墟问事馆开张了，生意颇好。托大人的福，勉强维持。姑娘过谦了，宋老爷那边可是颇为赞许。宋老爷只认结果，而我给了结果。本侍郎今日实是有一事请教，姑娘研习归墟之道，可知归墟与阳间秩序有何关联之说？大人既然问起，我倒有几处不明，想请教大人。其一，古志中归墟引路人问世所得，是否可作朝廷采信的证词？古志久废，不好说。其二，若有人曾以非常规之法清出归墟，依律该如何定性？此事需看具体情形。其三，若归墟中曾发生过边界异动，当年知情的官员，现在依例有无申报异户？裴姑娘问得很有趣，多谢大人赐教。令尊的案子
早已有定论，裴姑娘无需耗费心力。多谢提醒。大人，您说的对，有些定盾确实不用再查了，因为已经查完了。他问我阴阳秩序，我反问了他3个问题。他怎么答的？第一个，他说古制9废，不好说，这说明他知道古制怎么写的，但不想让我确认他知道，有意回避。第二个，他说需看具体情形，这说明他接触过非常会进出，不然答不出那个语气。接触过，不只知道。第3个问题，他没有答，他放下了茶碗。他放茶碗是紧张了？是。加大力度，让他没有地方站脚。动真格吗？先让他知道代价。裴长明的女儿，你父亲当年也是这样的眼神。已经第13次了，蔓延到手背了。昨天还只在掌心。昨晚穆青春联合了客栈、粮油铺，今天管所还没正式搬，这个破院子又接不了客，3件事，今天必须解决2件。裴姑娘，不是我不想做这笔生意。宋老爷的货，你接不接？宋老爷，这是宋老爷的采债单，附带我的名字，一并结算。你觉得呢？您稍等，我去备货。姑娘，你真厉害。宋老爷的面子比我大，我借来一用而已。记住，能借的就借，能省的就省。供货这件事解决了，接下来是住所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昨天是自己不想接，还是有人压着你不让接？哼，小孩子，大人的事少管。我们没犯什么法，凭什么不让住？你嚷什么？扰乱经营！我去报官！你去报！我们没做错事！住所解决不了，客栈全堵死了，管所还没定，明天能接客的地方没有。我在归墟这3年，有一笔旧账没有交代。城东有个旧库，是我当年暗卫的秘密存点，里面有钱，够你度过这段时间。你为什么之前不说？之前不需要。这比那个破院子好多了。这钱从哪儿来的？欠的，以后要还的。我要你帮我一件事，帮我告诉我孙子，我不是叛徒。老焦这3年，每次开口都是别人的故事，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自己的事。你孙子叫什么？现在在哪儿？他小名叫小焦，在城东某处工地做力工，具体什么工地，只知道大概方向。他从小就知道祖父死在狱里，是叛徒，出卖了同僚，街坊邻居都这样说。他从小被人指着说，现在在京城也是抬不起头的。这件事，你要先告诉我你的条件。你跟我说燕怀旭的事，我帮你找孙子，把话带到，对吗？对。好，情报的事，等我把话带到，你再说。你是小焦吗？有人托我来找你。不认识，走。是关于你祖父的事。你是谁的人？我家姑娘叫裴熙，开问事馆的。
你跟了我1天了。嗯，你家姑娘真能进归墟？真的，我见她进去过。走吧，我跟你去。老焦当年不是叛徒，是被人诬陷，证人是假的。他死在狱里，生前没能洗清名字，但他没有做过那件事。他好吗？他每天都在讲故事，很多很多故事。燕怀旭不只是幕后指使，他当年亲手去裴家拿走了数典，然后把数典交给了西音。燕怀旭认识西音？认识，但后来闹翻了。西音把燕怀旭当棋子，燕怀旭后来发现了，两人成了死仇。但两人谁都不敢公开对方，因为谁先开口，谁先死。燕怀旭和西音是死仇，两人互相掐着把柄，那我就帮帮他们。诸位，今日请大家来，只说一件事：无牌术士行骗，归墟引路人招邪，凡与此类人往来者，云气阁不保其安宁。茶楼那场传遍全城了，我听说了。阁主带了句话给你，他说你的钱再多也买不到一张脸。脸是别人给的，结果是自己挣的。他们当众放话，你不回一句？你要查他们的旧案？结案率、复诉率、纠纷记录，都是衙门能查的，公开的。他们骂我招邪，我不骂回去，我让大家看，谁真把事儿办成了。一个时辰，我给你弄出来。查完了，他们的记录查得一塌糊涂。他们卖的是名头，不是手艺。宋老爷，您在云溪阁也有3年往来，照这个数，您每次花的钱，平均把事办成的是几成？这账我自己心里其实也有一笔。这是我所有办完的客人亲口说的话，我一条条记下来的。我没有茶楼，没有场子，只有这个。还得是有证的云栖阁靠谱，裴熙那问世阁不值一提。我只认结果。宋老爷那句只认结果已经传开了。一个不商也敢替他说话，脸面这条路砸不动他了，软的不行，要换硬的了。小满出去多久了？2个时辰。他说去燕府附近转一圈，最多1个时辰回来。他没有回来。我去附近问问。人在我手里，3日内关管，否则这孩子莫名失踪。穆长青的人，你怎么知道？燕怀旭不屑干这种事，这是穆长青的手段。小满，一个14岁的孤儿，跟了我不到1年，他们居然拿他当筹码。
穆长青最近藏人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出了什么事？小满被抓走了。城西旧粮仓，还有一处西郊废驿。裴西，你的手。你明天一早去衙门递寻人文书，时间线写详细，进出门的时辰、去向目击者，重点是失联地点离燕府不远。你是要让官府觉得这是涉及燕府，让他们看见，不敢不动。文书每一行都要让官府觉得，一旦不动，这事儿就会越闹越大。穆长青扛不住这个。我明早第一时间送去，要求3日内答复，格式按紧急程度走。看见了就好，看见了就去转化。姐，我没说任何事。我知道。姐姐，你每一次进去都会少一些吗？边界昨晚动了。动了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看。归墟怎么会有风？边界怎么回事？有规律，每隔一段，同一个方位动一次。多久一次？在变密，一开始3天，现在1天。有人在外头一直在敲这道门。敲法不寻常，不损阳寿那种。他在这儿比我久。老人家，这事您见过吗？见过一回，200年前。200年前怎样了？也是这么敲，敲到后来，边界裂了。裂了那一下，里头的人全涌出去了。涌到阳间？阳间乱了整整1年，死的活的混在一起，谁也分不清。后来呢？怎么稳的？有一道风令，生生把口子堵上。风令谁下的？那年的引路人拿命换的。200年前，引路人用命堵住了那道口子。这段历史，他不会不知道。他算准了，这一回，没人愿意再拿命去赌，所以他敢敲。我只看过前半部分，后半被收走了。风令怎么成，怎么解，全在那本书典里。父亲，你那一本书到底被人藏到哪儿去了？纸自己裂，纹是顺着丝走的，这道丝口不是自然破损。纸丝断的时候，纤维会拉扯，纹理朝向自然摩擦和人手丝断不一样。这封信有人动过。父亲，你写了什么？被谁撕掉了？归墟边界在动，频率在加快，西音已经在行动了，不是准备，是真的动了。父亲的信被人撕过，风令的原理残缺，这2件事不是巧合。我需要找到那本完整的书典。你是裴西？你是谁？
叫张顺全，燕府的，我要找你。进来，说吧，为什么来找我？我听到消息，有人要拿我的底稿去作证。底稿是什么？我替燕大人做事20年了，伪造过的东西我都留了原稿自保用的。燕怀旭知道你留了底稿，他现在知道了，所以他要我消失。当年有很多案子都是我经手的，包括裴长明那一件。这个是信，不是我写的，是燕大人和另一个人来往的。我当年经手递送，私下留了一份。什么内容？父亲不是意外卷入的，他是被专门针对的。因为他的数点，因为他记录了西英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全部交给我保管。你能保我安全吗？我能，但你要配合我之后的安排。这批金稿要马上转移，不能放在这里。你来安排，今天就动。藏在哪儿？分开藏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封信，你父亲，他不是自己走到那一步的。我知道了，去办事吧。父亲，你最后写的那几行，是告诉我，如果有一天我走到这一步，不要怕，不要停，把那扇门推开。我找到了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大人，张顺全不见了，宅子里的东西也空了。去查，他去哪儿了？我找到父亲案子的完整证据了。你今天进来之前白扳到手腕了。我来是有事说。我也有事说。你进来的次数要减少。为什么？你的命。你没有资格替我做决定。我不是替你决定，我是在说一件事实。那你的肉身线索呢？60天快到了，你消散之前线索还没有，你让我怎么停？我再讲一个故事。我不是要你停，是要你控制时间，每次进来不超过1炷香。好。归墟边界的移动还在加速，你感知到了吗？每次进来比上次更明显。西英还没有停手，你手上的代价有一部分是因为边界在动。你的肉身，现在给我一条具体的线索。当年被困的位置，附近有一口废弃的深井，就按位地图上标过，城东废弃工房区。城东废弃工房区。小满、方怀金，有事。你们2个去城东废弃工房区查一处院子，附近有废井，有人长期看守，住着一个不开口的人。给我摸清楚位置，几个人手，什么时辰换班。查到什么程度？只查不动。今晚给我汇报。城东废弃工房区东侧第3条巷有一处院子，常住2人，轮流守。附近的人说，那院子住着一个哑巴，不开口也不出门，已经3年了。这人是你要找的？燕大人，一大早大驾光临。裴姑娘，借一步说话。裴姑娘近日收了一批物件，来路不明，性质敏感。我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什么。张顺全昨日离府，物件随人下落不明。张顺全是燕大人的家畜，他的去向来问我吗？他带走的东西
在你手里。没有。裴姑娘，主动交出来，此事到此为止。什么到此为止？妨碍公务、私藏违禁证物，一律可下狱。大人要搜可以，但那批东西不在这里，也不在我身上。它在一个地方，只要我今天出了事，自动送御史台。你想要什么？父亲的案子。不可能。那大人可以试试。裴姑娘，你父亲当年不是没有机会活着，是他自己选了那个结果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父亲，他说你自己选了那个结果，你为什么选？里面到底藏着什么？今天的事不要对外说。今天没有客单，帮我核一件事。说。父亲当年有没有在归墟里留下任何记录？你问的是归墟档案。你要往里去。册子上标的位置在哪里？深处，比你每次到的地方还要里面。我没有进去过那片区域。我知道，代价会更大。我知道，深处的代价更大。但父亲去了，说明那里有他要留下的东西。不进，凭我手里的证据，撬不动燕怀旭。你的百般已经到手臂了。我知道。我跟你一起进去。你是归墟里的人。我知道。进更深处，你会消散。我知道。不行。令为钥手，归墟令是钥匙，所有人都知道。但父亲刻的不是令为禁，是令为钥。钥匙不只是开门用的，也是锁门用的。归墟令是封住边界那把锁的关键。父亲发现了这件事，他没有对任何人说。他守着它直到死。姐姐，没事。父亲，你不是为了活下去才守着秘密的，你是为了让它不落入坏人手里才选了那个结果。我知道了。姐姐，城东那个院子我蹲了3天，里面住的什么人？街坊都说是个哑巴，可我看着不对，他不是哑，是说不出话。他每天对着门口坐着，像在等什么人。等人，在那里坐着，等了3年。找到了，城东废弃工房支区一处院子，一个不能说话的人，对着门口坐了3年。这个院子我要进去，但不能硬闯。硬闯会怎样？打草惊蛇，他们当天就把人转走。得师出有名，名正言顺的进去。借宋老爷的名头，收购城东废弃工房区地产，以收购为名，向官府申请勘察。进的不是一个院子，是一整片区域。批了，准予勘察城东废弃工房区全境。办得干净。地契、人口、田亩，我一处都没漏，挑不出毛病。明天你跟我去。我？
你拿着文书才像收地的。就是他，和归墟里一模一样，同一张脸，同一个轮廓，一个在里面，一个在外面。照原定计划，继续勘察记录。好。别急，今天我只是来收地的。在算什么？我在算，我还差多少件事没有做完。当年那笔假账，我查了出来，然后死在那里。后来你帮我要回了那户人家被骗的名分，但名分是名分，那笔债，那家人还完了吗？我一直在让他帮我核账，帮我算数，帮我把那些乱成一团的收支理清楚，却从来没有想过，他在这里等了几十年，等的是什么？我去查，当年被骗的一共3户人家，2户后来追回了大半，有一户姓徐，住城南棉布巷，债主换了人，现在还欠着。姐姐，你要多少钱？连本带利差不多38两。管理这个月的余款刚好够。当年裴家账房的事，您知道吗？账房当年查的是真的，这笔钱是他当年该帮你们要回来的。来晚了，对不住。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本账，接下来3个月的财务规划，照着来不会出问题。你要走了？我留着干嘛？看你乱花钱吗？你比我当年查账的时候更聪明，但有一点不如我，你不愿意说你在乎什么了，这会让你失去很多。算盘我不带走了，放着，你那几个人迟早用得上。他就这样走了。阿离说的那件事，我现在懂了一点。姐姐，穆长青来了，自己来的。我想私下谈谈。进来。吸音开始动了。边界那边这几天我的人陆续报上来，有几处位置出现了异动，不是自然波动，是有人在推。归墟若真的塌了，受苦的不是你一个人，是整个京城，是整个西朝。所以你来找我？我靠阴阳间吃了一辈子饭，我不想看见归墟出事。我手里有燕怀旭私自动用归墟索取情报的完整记录，委托人、日期、交换物，每一笔都在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。你把燕怀熙卖了，你在官场就再也没有后台了。我这把年纪了，后台有什么用？这老头原来也有个良心在里面，只是给利益压了太久，快喘不上来气了。我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从今天起，停止对归墟问事馆的一切打压。行，那份记录，明日我让人送来。你什么时候把穆苍青也拉过来了？我没拉他，是他自己跑来的。攻守两边都在动，穆长青开了口，说明这件事比我以为的
更急了。这些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儿太多了，但有些事睡得住，有些事睡不着。这个名字不在燕怀系的关系网里，这不是燕怀系的委托，是另一个人借着这套渠道查过裴熙。喜音，那个人半年前就在查他了。今天比昨天透了。我知道。还剩多少时间？3、5日，不会更多。老焦，魂魄归体，你记得的那部分，现在全告诉我。你没有时间听故事了，我知道。归体需在肉身所在之处令牌作引，魂魄寻热而归。肉身需有体温，不能是死寂的。得有人在旁边守着，让他的身体知道有人在等他回来。数点原本里后面还有一步，你记得吗？那一段我没见过原本，只是听裴先生提过一句，他说最后那一步不是术，是心。方法不完整，但必须先去试，因为他等不了了。够了，谢谢你。去吧。你没有完整的步骤。没有，但我有老焦给的部分和父亲在石刻上留的那4个字。我现在换一个用法，用它开门，让你回来。你准备好了？今晚就去。裴熙，手上的白斑到哪儿了？肩膀。姐姐，动吗？动。勘察令有效期到明日正午，今晚用，没问题。走。官府勘察，请各位暂时回避。区域封闭核查完毕后自行返岗。先生，您刚才那个腔调像极了。我读了20年书，就练了这一招，别夸了。老焦说，让他的身体知道有人在等他回来。沈流，我在。姐姐，不是地动，是边界在震动，3次震动，不是随机的，是有人在外面按节奏推，这不是意外，是计算好的。姐姐，沈流没醒吗？没有，被打断了。现在怎么办？留在这里还是……先稳住边界。边界裂缝在哪儿？往里走30步，左侧，别靠太近。西音的手法是持续消耗，不是一次性爆破。他在磨，你知道他在哪里操控边界吗？知道，但过去的代价很大。我知道代价。别往里走。不能靠近西音操控的那端，那是他的主场。但裂缝可以从这一侧堵。松手，我不往里走了。父亲说，令为要守，守就是这个意思。这裂缝能撑多久？不确定。西音如果继续施压，今晚再撑一次。你手上的白斑，我知道。我先出去了。没事。边界的裂缝堵住了，只是暂时的，先守在这里。沈流的肉身不能被移走。西云昨晚现身了，我知道，他在击打界时有人看见他了，是个女的。女的，年约30，面容平静，独自站在废弃建筑上。她没有跑，她在看。目击者是附近的更夫，说他就站在那里，不像在逃，像在看热闹。他在观察边界震动的效果。你是说，他主动让人看见他？或者他不在乎被看见？
这个人你认识？不认识，但我要认识他。老焦在归墟30多年，什么都见过，什么都记着。西音这个名字，如果留过痕迹，他一定知道。西音，归墟里有没有这个名字的记录？有，20年前有一个人来过归墟，不是靠令牌进来的，是从边界一条极细的缝挤进来的。他四处看了看，问了很多问题。问什么？问我们为什么出不去，问我们想不想出去，问有没有人愿意帮我们。他来过这里，亲眼见过他们被困的样子。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来了个好人。他叫什么我不知道，但那个名字西音是他自己说的。他说他会给我们带来音讯。20年了，他不是坏人，他是一个走火入魔的好人。我翻看了阴阳间20年前的研究机缘记录，确实有一个研究员被开除，档案上写的是月前实验，姓名一栏被墨涂掉了。涂掉了？不是正常封存，是有人单独处理过，涂得很彻底，看不出原名。燕怀旭？你是说是燕怀旭压下去的？他研究的是归墟边界，而燕怀旭靠归墟情报获利。他一旦公开研究成果，燕怀旭的那套机制就保不住。两人利益冲突，燕怀旭先下手，把他的名字抹掉。那他从被开除到现在20年，都在干什么？在等，积攒，准备。他是好人，为什么不能跟他讲道理？讲道理要有共同的前提。他认为边界本身就是错的，我认为边界是保护，我们的前提不一样，讲不了。那怎么办？先弄清楚他要做什么，再决定怎么接。他已经知道你的存在了吗？他昨晚攻击边界，不是随机选的时机。他知道沈流在哪儿，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他在算时间打断我。令为要，你父亲没有告诉你另一半，你应该来见我。父亲的话还有另一半，他知道父亲跟我说了什么，他知道令牌的另一面，他要告诉我，还是要用这个引我出去。你一个人去？一个人。他能在馆里放纸条，他知道这里有多少人，所以带人去只是多几个靶子。2个时辰，如果我没回来，你去找穆长兴，把地址给他。你来了，你知道我会来。你是裴长明的女儿，当然会来。你父亲当年拒绝了我，所以他死了，但你的选择不一定要和他一样。我认可他的选择。你还不知道另一半，你怎么认可？说。令牌开的是整个归墟的封印，到时候所有滞留者将自由离去，边界崩塌，阴阳归一。那守住封印呢？他们永远困在那里。你父亲选择了守，他说这是保护，但被困在里面的人，他们同意被保护吗？沈流被困3年，阿禄被困几10年，最后靠我一点一点帮他了结心愿才走的。老焦30多年，等到孙子都老了，他们被守在里面，没有人问过他们。你说打开封印，他们就自由了，但边界真的崩了，是什么样的自由？他们会回到阳间，回到他们的家人身边。他们冲出来的后果就是阳间混乱，到时候2界都受苦。20年前，你父亲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他没有打开，所以他死了，封印还在，他们还在里面，这就是守的代价。今天的话我听了，你的回答呢？我还没有答案。
你父亲想了3年，最后给了我一个不字。你想清楚再来。他问的那个问题，我没有答案。沈流被困3年，他没有被问过，他想出去，还是想消散？我见了希音，如果可以选择，你想出去，还是想消散？他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我没有催他。这个问题他等了3年，没有人问过，他有资格想清楚再说。我想回去，不是为了活着，是为了有资格站在你旁边。希音跟我说了另一半，令牌开的不只是归墟的门，是整个封印。打开，里面的人都出来边界他，守住，里面的人永远在里面。他说，你们没有人问过，同不同意被守在里面。你父亲知道令牌的用法，他选择守，不是他不在乎里面的人。那是为什么？边界若真的崩，不是自由，是混乱，受苦的还是那些人。我需要找到第3条路。有吗？我不知道，但父亲的数典里可能有，所以我必须找到那本书。数典在燕府的可能性最高，你去查燕府43年内的档案往来，重点看有没有文书转移、物品移交的记录。走官方途径还是侧面？先走官方，查不到再说。盯燕怀熙的人出入动向，看他最近有没有频繁联络什么人，记下来。明白。穆长青那边我去说，让他把燕府的内线收紧一点，别让燕怀真感觉到我们在动。你今天进归墟的时间又久了。还行。你怎么来这里了？需要你把燕府的线收紧。燕怀旭最近的动向，每天跟我报。你在找什么？数典，我父亲的那本。那本书不在燕府了。你知道在哪儿？我只知道3个月前，燕怀旭让人搬走了一批东西，去向不明，线人当时没有跟进。你那边的线继续收紧，别断。哼。数典3个月前从燕府转走了，你有没有见过谁为这件事进来问过话？3个月前有人来过一次，问过一个滞留者，问的是燕怀逊的旧友名册。谁来的？不认识，进来的方式不对，不是引路人，也不是西音。问的名录里有没有一个叫礼部告老的翰林学士？有提过这个名字，说此人与燕怀旭是旧友，多年来已经断了来往，但燕怀旭仍信得过他。方怀瑾的老师。方怀瑾，他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人，他帮我走过来每一步。他的老师是燕怀逊的旧友，数典转移去了他老师那里，方怀瑾知不知道？穆长青那边说了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老师跟燕怀旭什么关系？故交，但多年未联系了。多年是多久？我拜入老师门下那年起，老师就不再往来燕府了，至少7、8年。我问过老师为什么，他说两人道不同，就断了。数典不在燕府了，3个月前转移出去的。去哪儿了？你老师那里。老师他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一定全知道，但他知道是危险的东西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刚才从老焦那里出来。你压着没有先告诉我，是在看我的反应。对。你这个人。走吧，我陪你去见老师。你长得很像裴长明。您认识我父亲？他是我见过的最不该死的人。走吧。
我们进去说。燕怀旭送来时说，这是危险的东西，让我替他存着，说是为了防止落入不当之人手中。我每天都在想，什么时候还给该还的人。老师，这件事，怀琴，你不用说什么，是我的事，我担着。父亲的字迹就是这个样子，写得快，但每个字都压得很稳。令为要，守；若守不住，令可燃，戒可封，人可离，令可燃。父亲，你在这里就把路都想好了，是吗？令可燃，戒可封，人可离，三件事连在一起，意思是令牌烧掉，边界封死，所有滞留者得到安宁，但进出归墟的通道永久关闭。人可离，是滞留者可以离开，不是被困着，是真的可以走。父亲不是要把他们关死在里面，他是要让里面的人先安全，再有路走。但令若然，沈流的魂魄必须已经在肉身里，否则他就回不来了。顺序不能乱，先让他回来。这是计划，分3步，每步都有备用方案。你之前每次都是临场发挥的，这次不能失手。我找到父亲的数点了，里面有完整的封令记载，也有魂魄归体的操作方式。我把计划整理出来了，我说给你听。第1步，你回到肉身，我来引导。城东院子是操作位置。第2步，你回来之后，我烧令牌，封死边界，彻底断了吸阴的手段。第3步，燕怀旭那边，你醒了，你的证词才能用。方怀瑾会处理文书。你不用告诉我这么详细。我告诉你，是因为你有权利知道。好。穆长青那边还没有知会，他要配合盯着西英的动向，这件事瞒不了。你今晚来是要我做什么？帮我盯着西英，他一旦启动边界攻击，立刻通报我。你要同步做别的事？对，我不能分神。我手下有2个人一直跟着他，今晚发现他在归墟边界附近有动作，但还没有大动。一旦有动，马上告诉我。城东院子那边，小满守着，您不用管那边。茶喝了再走，夜路冷。今晚没有人来，肉身状态稳定，我一直在。你今晚不要离开这里。我知道，姐姐。有任何动静，叫我。麻烦来了，燕怀旭刚刚向御史台提了一份弹劾，不是弹你，是弹我，说我与无牌野术士勾连，违反阴阳间章程。消息什么时候到您手里的？半个时辰前刚递上去，还没有批复。他急了，所以他出手了。他一出手就留了把柄。您先别动，等我的消息。你有办法？有。他们动作比我预估的快了半天。我刚知道，御史台昨晚批了，以协助调查阴阳间违规为由，管所列为证据相关场所，强制封管。姐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去查，御史台的封管令封的是建筑还是人？御史台封管令封的是建筑本身，不封人员活动。你在管所外开展业务，律法上没有问题。可是客人都往这里来，馆子封了，人找不到我们。宋老爷有一间空置仓库，上个月提过。你去找宋老爷，
说借用，不是白借，算日租，按我们馆子正常标准付。好，我现在去。你去通知现有的客户，告诉他们新地址，今天之内全部通知到。知道了。还有3天。穆大人那边配合调查的话，他的人手会受限。他答应过我，今晚盯着西音，这件事他会做的。今晚没有人来，里面一切稳定。姐姐，那个白斑又大了。我知道，为了我的事，真是苦了他了。西音他今晚开始行动了。我的人刚才传回来，他在归墟边界附近，动作比上次大，像是要全力推一次。我收到了，您继续盯，有新动向随时来。现在怎么办？按计划，明天就是最后一步。父亲，我要做最后一件事了。跟着我，不要走散。走。快，孩子，快一点儿！老焦，他不在了，但他在这里留了一句话给我。到了，就是这里，你进去，我在外面接你回来。等我，我马上。他在归墟里，他进来了，他是用那种方式进来的。我们还没有谈完。你父亲最后拒绝我，是因为你，因为我。你说清楚。他知道令可然，知道了很多年，烧掉、封死是最干净的收尾。但他最后一刻知道，你还在外面，还活着。他想，有一天你能进来见他一面，所以他没有烧，他留着那块令牌，等你来。你现在懂了吗？我要的不是破坏，是公平。他们都有权利选择回去，你父亲当年可以选，为什么他们不行？因为一个人的选择不能用所有人的安宁来换。边界真的崩了，不是自由，是混乱。两界同时受苦，被困的人一样逃不掉。父亲知道这个代价，他选择了守，但他留了一条路，令可燃，界可封，人可离。我来是完成他没有做完的。你父亲说过和你一模一样的话，谢谢你告诉我父亲最后一步的原因。父亲，是你吗？我知道了。姐姐，我以为里面怎么样了？稳了，暂时的，还有一步，今晚要做完。比上次的状态好了一点，呼吸平稳。沈流，我来接你了。我要去做最后一步了，再见了，沈流。希儿，长大了。父亲，我查清楚了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。进了多少次？我也不记得了。父亲，你这是……希儿，我知道你的性格，为了查明真相，你一定会进来这里。令牌还有另外一个用处，它的副作用可以转移，
代价是彻底的消散。我一直没有离开，除了想要再看看你，也是在等这一刻。把令牌给我，令为要守。这把锁从头到尾是我的事，应当由我来管。希儿，这门你关不了，令牌认我，从一开始就认我。父亲，我不要你走。我在这里等了你这么久，等的就是这一步。你来了，很好。出去，别回头。父亲，你活着就很好。父亲，我知道你的选择了。你回来了。你的白斑消失了。父亲，我会好好活着的。好，都活着。从归墟第1年记起，自委入归墟的日期、委托人名称、交换物，我逐条说，你逐条写。西朝27年3月初6，第一次。委托人阴阳间文书，其名。交换物燕府旁支田契1份。询问内容：京城某商贾家中亡妻知晓的账目秘辛。他们说了多久了？1个时辰了。沈流刚醒，身子撑得住吗？他那种人撑得住。这些加上张顺全的草稿，加上穆大人的记录，加上数点章节，够了。我马上草拟3份，同时递给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，1份都不少。你去弄诉状，我去找穆长青。你真醒了。借一队人手，今晚用。燕怀旭今晚要跑，城南有一条他收买的私道，我要堵住他。他私道的出口在哪里？城南渡口，往西3里，废弃茶棚后面。给我1个时辰，人手给你准备好。穆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燕大人，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3方今日已收到诉状，大人应当知道去哪里。沈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做我没做完的事。早这样，早干净了。里面什么时辰开堂？辰时3刻，还有1盏茶的功夫。方先生，你已经看了4遍了。我再确认。升堂。裴长明案今日重审。原告方陈述证据。裴长明，臣女之父，15年前以私开归墟、扰乱阴阳罪名入狱，狱中病故。臣女今日陈情，请刑部查明原判证据，皆系伪造，原案冤情成立。燕怀旭，原告所呈证物，你有何异议？有，原告所呈证物，臣以为均属伪造，来源不明，不足为信。敢问燕大人，何处为伪？张顺全所谓底稿，出处不实。底稿上的墨迹年份已请工匠鉴定，与15年前相符。大人如何判定出处不实？那份书信节选，断章取义。书信全文在此，非节选。大人请看人件，请问哪一行是断章？张顺全，你自首认罪，堂上陈述务必属实。
是。臣当年受燕怀旭指派，伪造裴长明私开归墟罪证，共计3份，包括假证人证词2份，伪造官文1份，均出自臣手。指令来自燕府，酬劳为城东一处私宅。至于裴长明入狱后第3天，臣留有底稿作为自保之用，今日一并呈上，不再隐瞒。沈流，前西朝暗卫统领，你今日到庭陈述与本案相关事实。3年前，臣奉命调查归墟边境异常，查至燕怀旭名下，发现其多次以他人名义委托归墟滞留者传递阳间机密，且裴长明一案系燕怀旭为掩盖上述行为而主导构陷。臣有完整记录，愿当堂核实，逐条对照。你的证词谁来佐证？张顺全的底稿，穆长青的记录，原告方的数点章节，3方相互印证。大人选哪一条，我们从哪一条开始对？裴长明案经重审，原判证据确实伪造，事实不成立，原判撤销，裴长明无罪，相关责任人依律追究。父亲赢了。我就是……我知道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重开馆子，名字还是归萧问事馆。改个名字，叫归正馆。归正馆。归墟令燃了。我知道，边界已经封稳了，你要做的事做不成了。你想让他们自由，我理解，但你的方法是错的。那有什么是对的方法？我不知道全部的答案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父亲最后留下的字说人可离。不是所有人都想困在里面，他们一直有离开的方式，只是没有人告诉他们，没有引路人帮他们了结心愿。我当了20年的研究员，研究了20年如何打破那道墙，却没有想过可以一个一个帮他们找到自己的门。希音，你还有一件事要做。你对边界造成的损害是真实的，这件事不能因为你最后停手就不追究。我知道，向刑部自首，承担你该承担的。但你20年的研究，归墟边界的理论，这些东西有用，可以出庭提供资料，帮朝廷完善引路人的制度。你研究了20年，别让那20年只剩一个错。好。裴旭，你父亲是个好人，你也是。父亲，你听见了吗？姐姐，我拉了。拉。阴阳间认证，礼部存档，大理寺备案，3份全到了，1份不少。古制重引，归墟引路人正式有了名分。这件事是父亲当年没能做到的。姐姐，这个很有用。这是你写的，不进归墟也能查事。将来归正馆里每一个人都要会这个，不依赖任何令牌，靠自己的本事。这本册子是父亲的东西，也是我这2年走过的东西，放在这里比放在我手里更有用。
方先生，这字比以前好看了。那当然。以前那叫什么字？你写了多久？断断续续半个月。这一条关于证物保存的，是方怀瑾教你的。他补的。你没有令牌了，归正馆靠什么开下去？靠这里。够了。父亲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还小，他把最后几行撕掉，是怕我看见，怕我知道他已经做好了那个准备。不管如何，要活着。父亲的案子结了，信也完整了。父亲说过，规则是人写的，人也可以重写规则。他用他的方式，守了一辈子他认为值得守的东西。我用我的方式，让那些值得守的东西，有了一个能守住它的地方。归正馆第1年，普通的一天，但活着很好。